大家好，我是Irene。接下来这个单元，我们将讲解数据型的 API 和功能型的 API 这两大类别之间的运作和差异在哪里。那么，数据型的 API 是主要用于存取和操作数据的 API。这一类 API 提供了对于数据的读取、写入、更新和删除等操作。数据型 API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数据的交互和共享，以支持各种应用程序对于数据的存取和处理需求。那生活中常见的 API 像是股票价格 API、气象预报、货币汇率等等，这些数据型的 API 都提供了实时的数据，让开发者可以方便的存取和使用这些数据。我们可以看到简报中的图片，这是政府资料开放平台。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呢，它是一个知名的 API 平台，它提供了许多的数据型 API， 让开发者能够存取，并且利用政府公开的数据资源。这些 API 包含了各种类别，像是社会经济、环境资源、交通运输、教育文化等等。开发者可以透过政府资料开放平台的 API 轻松地获取各种政府资源的数据，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应用程式或者是服务中。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各种用途，例如统计分析、资料视觉化或者是应用程式开发等等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图中政府资料开放平台的页面，黄色标示的就是这个 API 的资料名称，那浅蓝色标示的呢，就是这个 API 的主要栏位有哪些，以及右边这个深蓝色标示的为这个 API 所提供的资料形态有哪些。假如你是某个领域的企业或者是专家，你也可以将特定领域的数据开发成 API， 并且提供给开发者使用。例如，房地产领域的企业或者是专家就可以收集并整理各地的房价数据，将其开发成房价数据 API， 或者是房地产数据的 API。这些 API 可以提供房价趋势交易资讯、租金资讯、地区特征等等相关数据，让开发者能够在自己的应用程式中使用这些数据。在我们提完了数据型的 API， 接下来要讲到功能型的 API。功能型 API 是指将你提供的资料进行特定的运算、处理或者是操作，并返回你所需要的结果。举例来说，翻译 API 可以接收你提供的文字内容，并进行翻译处理，返回翻译后的结果。这样的 API 可以帮助你在应用程式中实现多语言支持，将文字内容转换为其他的语言。功能型 API 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提供复杂的运算或者是处理，帮助开发者节省精力和时间。开发者不需要在自己实现这些功能，只需要使用相对应的 API 就能获取所需要的结果。更多的功能型 API 范例除了翻译器之外，还有情绪分析、面积转换器、档案格式转换器等等。同样的，假如你是某个领域的企业或者是专家，你可以开发功能型 API， 将该领域常使用到的工具和功能渐行封装，提供给其他的开发者或者是使用者来做使用。例如贷款试算器 API 可以接收使用者提供的贷款金额、利率或者是还款期限等等参数，那就可以进行贷款试算，计算出每一个月应该还的金额、总共需要还款的金额等等相关资讯。这样的 API 可以被金融相关的应用程式或者是网站来进行使用，使得开发者不需要在自己实做贷款的试算器，而是直接使用该 API 提供的功能。更多类似的 API 像是财务状况试算的 API， 或者是财务报表产生器。在我们了解完功能型 API 和数据型 API 的差别和运作之后，下一个单元我们会跟大家探讨一下想法到底要从哪里来。